雷博今年的声量非常夸张，一定程度上算是引领国内鼠标厂的发展方向。诺迪克541主控的首发以及2万 IPS 国潮电竞固件、8K 按键回报率的首发都是风头无二。雷博鼠标优点在于量大管饱、3万档价位、最好的软件驱动、最好的硬件配置。目前541鼠标最大的800毫安时电池，现在还出了搭载双 5CH20 旗舰主控的 VT2 代大师版。当然和其他3万档游戏鼠标最大的差异化，我觉得还是雷博对于鼠标续航和无线的体验真的花的心思太多了。不仅仅是针对鼠标续航的优化，官网标注750小时，实测也有500小时以上的续航之外，充电方式也比别家多了2种选择。无线充电底座既能当桌搭，日常使用完鼠标放回充电底座也很无感。如果你本身桌上就有给手机无线充电的设备，鼠标底盘接收器收纳盖也可以直接在雷博旗舰店购买这种支持无线充电的收纳盖更换，平常不用的时候放上去，或者干脆买一个无线充鼠标垫，续航体验真的很爽，并且支持外充，即便是像 VT0 Air Max 这种300毫安时电池也给了快速补能的优势，充电1分钟再用6.5小时。包括客户端驱动也做了不同游戏开启、自动板载预设好的设置，比如开启 CSGO 设置8K 回报率以及对枪 DPI。个人感觉雷博唯一一点点的缺点就是雷博鼠标的底盘进步空间确实比较大，但谁用鼠标天天盯着底盘看呢？所以问题不大。雷博的 VT2 代全系列其实我都挺推荐的，全系诺迪克54115主控200块钱3998，300块钱超平板3950，现在还推出了 5CH20 搭配超平板4950的大师版，都是同价位性价比夯爆的存在。唯一需要注意的点就是你的手型适合 VT2 代的哪一款鼠标。个人用的最爽的是雷博的 VT0啊，类叉 M 的模具，低趴细腰翘臀，着火时鼠标的左侧臀部能够给到大鱼际一个强支撑的感觉，同时38毫米的低位又能够让掌心空出来，在对枪微调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灵活的控制感，并且 VT0 还出了一个 Air 的版本，重量仅有40克，搭配类叉 M 模具，常见游戏体验近乎无感。不过 VT0 是一个非常偏向中小手抓握的鼠标，指握的话也能部分兼容，但你如果想单纯指握的话，我更推荐雷博的 VT1 啊。VT1 是雷博自己原创的模具，小手万金油，中小手指握、抓握、趴握都 OK。背高居中38毫米，主要是它背高偏臀部的位置是做了一个倒三角形的设计，所以大小鱼际并没有强支撑的感觉，而是一种奇妙的吸附感。如果你的手长低于17厘米，这款鼠标作为一个趴握鼠标也非常合适。掌心的贴着感很柔，不管是131握法还是121握法 ，VT1 都能很好的贴合掌心，并且臀部是有在做凸起内扣式抓握的使用体验也还不赖。而雷博的 VT3S 可以说是目前使用体验最好的类 EC 右手人体工学鼠，主要还是续航这个东西对于体验来说真的还挺加分的。3天一充和3个月一充，甚至能直接影响到我个人的使用习惯。VT3S 的尺寸会偏小一点，更加适合中小手的抓握与抓趴，而 VT3 尺寸则会稍大一些，更加适合中大手的抓握与抓趴。不过有一说一，我还挺喜欢 VT3 滚轮上方这2个 DPI 按键的，因为我个人有时候是真有这种切换 DPI 的需求，即便不切换 DPI， 这2个按键你给它设置成音量加减，对于那些键盘没有音量滚轮的人来说也是非常方便。虽然理论上来说 VT3 和 VT3S 都适合抓握与抓趴，但是 VT3 的尺寸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还是挺大的，不太适合抓握。背高居中还42毫米，主要它这个126毫米的长度，对中小手的用户来说，手一放上去嘎巴一下就趴那儿了，哪来的抓呀？哎，你别说 VT3 这鼠标前身是趴握还挺舒服的，就是左侧这边腰部曲线会有点逼着你去大拇指内扣，对于中大手玩家来说抓趴也挺合适。而 VT3S 的尺寸小了一圈，在高度42毫米不变的情况下，长度121比 VT3 小了5毫米，宽度66比 VT3 也少了2毫米，实际的手感其实变化挺大的。第一个就是像我这种17.5厘米的手长也可以进行一个纯抓握去使用，第二个就是即便你手掌直接趴上去，它也不会有 VT3 那种斜握的感觉，这也是 VT3S 销量要比 VT3 好不少的原因嘛。我感觉很多人可能都是 VT3 和 VT3S 一起买回去，后面感觉还是 VT3S 手感更合适一点，留着 VT3S。当然如果你是中手或者中大手的一个手型，不清楚自己是一个怎样的握姿，那你完全可以看看雷博的 VT2， 这个是雷博让用户投票去做一款类狗屁王模具的对称式鼠标，中大手的指握、抓握、趴握都很合适，也是目前圈内圈外公认的泛用性最好的模具。不过雷博的 VT2 在狗屁王模具的基础上稍微改了一点，最明显的区别就是背高的尾部 VT2 做了一点微调，曲线更加顺滑。虽然说 VT2 趴握时掌心的前手感还不错，但是狗屁王那种很明显的掌心紧手感没有变成了单纯的饱满。其次是 VT2 代的腰线相比起狗3要更加明显一些，但本质还是万金油，只是单纯做了一点微调。如果你是中大手玩家又不清楚自己需要什么，那 VT2 绝对是你不得不考虑的一款鼠标。VT7 和 VT9 则是更偏向中大手趴握半中趴的模具。VT7 的模具虽然说是类独魁啊，但实际其实差别很大。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鼠标右侧的腰部曲线近乎平直，相较于独魁 V3 人体工学的内味会更重一些。但也真要说它是人体工学鼠也不能算，只能
算是一个伪人体工学鼠。这款鼠标比较适合131握法的趴握，122握法下无名指会不可避免的搭在右键盖板侧的缝隙上，体验相对一般。同时抓握的话，因为右侧腰部曲线平直，你想保持抓握时的控制感，小拇指就会非常累啊，因为没有一个合适放置的地方。所以 VT7 你就正儿八经把它当个中大手趴鼠就 OK 了。而雷博 VT9 虽然没有做收腰啊，但它的臀部有做明显的加宽，相比 VT7 适用人群会多上一圈。我个人感觉它是一个大手万金油的模具，就是你正着趴握的话，它的掌心贴合度也是非常高的，没有很明显的顶手感。抓握时因为左右臀部都有翘起的臀线，所以说小拇指发力也会相对合适，不像 VT7 小拇指发力又累又难。指握也是同理，你的大小拇指直接夹住左右侧臀部就能够很好的控制鼠标。所以你真要说的话 ，VT9 真算是大手全能鼠。当然个人建议啊，如果你是 APS 竞技类选手，还是上 VT0和 VT3S 的顶配版，抓握的手感真的很不赖。那么好的，我是第40，如果对有所帮助的话，请帮我点赞、收藏、加关注，拜托了，真的非常重要。这边视频不见不散，拜拜。